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相信各位应该也看到匹配结果了，没错，960跟1093匹配成功了。但问题就是他们的地图变成这个样子，你们看这里有多少个王国？总共有21个王国在这张地图上，我的天哪！分线报名就是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上次960跟1093的 KVK 也是这样子。那么在上次我所说的影片中的那些王国全部都匹配成功了，包括960啊、846啊、2489、1093、1188跟1818全部都匹配成功了。但问题就是你们可以发现到960跟2489居然在同一个阵营。通常分线报名都是会把先锋王国给分开的，尤其是这种比较大型的先锋王国。像之前我们预测也是2489跟960会分开，我没有想到真的会融合在一起。也因为这两个在一起的关系啊，然后讨论区就有人讲恭喜960跟2489结婚成功啦。还有人问是不是内幕操作，因为960跟2489这两个王国的战力和击杀加在一起呢，是超越93很多的。虽然960跟2489结合在一起，战力跟击杀是超越93啦，但问题就是960跟2489的活跃玩家并没有像1093这么多，其实加起来也是跟93刚刚好，甚至少一点点。93的活跃人数大概有500到600之间，然后960跟2489大概300到400左右。或许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官方才把2489跟960结合在一起。我说起来也是蛮搞笑的，你们也知道2489其实有不少的玩家他们是购买了960的账号移民过去2489，现在两个结合在一起就变成原本那个账号又回来960打了。更加搞笑的就是960跟2489两个就要打奥西里斯联赛了而且是总决赛所以我搞不懂他们到底是要和睦相处呢，还是要打死对方呢？会不会搞内战等下刚好这两个打联赛的时候，联赛谁赢谁输了就互相在自己阵营里面打起来我蛮想看到这个画面的。所以对比那些玩家说什么960跟2489在一起，官方就是偏袒他们，我反而觉得官方是在搞事情啊，这两个而且去年的全球巅峰赛也是960输给2489之前还说960的前2任国王都已经移民过去2489了，结果还不是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要去问一下亚老跟豹哥要不要回来玩呢OK， 那么在讲完搞笑的事情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各自的战力有多少。这个表格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是根据他们分线报名出来的战力，还有我自己开账号去他们王国那边检查到底有多少的击杀。剩下那些没有分线报名的王国，我是根据前300名的玩家战力跟击杀计算的。但是我看到他们群聊里面有另外一个列表，我不确定这个列表是不是准确的。击杀是还蛮接近的，但是他给出的那些战力全部都是高于我这边的列表。不过为了公平性，这两个列表我都会做计算做记录，看合作之后相差战力跟击杀会有多少。先说一下合作关系吧，960跟1093合作的可能性是真的很低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会分开。那么合作方式呢，其实有好几种。第一种就是左边打右边，这个地图的区分是这样子的，最上面的阵营都是最强的王国，然后中间就是中等，下面就是最弱的。而且左右边分开的话也比较合理一点，像是上面的2个阵营对打的话就会在这个区域打架，然后下面这4个阵营呢就会在这个区域打架。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这样子分配合作方式的话会变成怎样。那可以看到960方的，不管是我的数据也好，还是群里面看到的数据也好，战力和击杀数据是超过1093的。所以如果是根据数据来看的话是不太公平的，但是活跃人数这个就另外说了，我不懂他们会以什么方式来分配。那假设说下面的阵营兑换呢，就是960拿光跟木阵营，然后93拿风跟水阵营，出来的结果其实会比刚刚我们看到的数据好那么一点点。而且这个合作方式在关卡期的时候也是会有战斗，而且还会提前开始战斗，在关卡4的时候可以跟光或者是风阵营战斗。当然你们可以看回刚刚的数据啊，如果是以这个方式来合作的话，其实93那边不管是战力还是击杀都是高于960的。那93本身的人数又比较多的关系，再加上他们的战力跟击杀是比960方还要更多的话，我觉得960是不会接受的。而且这样子的数据结果其实跟刚刚我们左边打右边的数据差不多而已。假设是中间阵营兑换的话，出来的结果会变成怎样？其实击杀方面也是相差蛮多的，93方的击杀是比960方还要更多的。
基本上就只有这几个方案而已，要不然就是最离谱的方案，上面打下面。什么意思呢？就是1093、960、249合作，打其他全部阵营。这个我搞笑而已啊，大家不要太认真啊。可以看到火跟土阵营合作之后，他们的战力虽然是比起其他阵营还要更低的，相差差不多1倍多左右，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这两方的击杀是很接近的。所以你们说上面打下面也不是说不可以的，其实是可以的，只是看这几个先锋要不要合作而已。但是以这样子的合作方式，其实也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啦，就比方说地图的分布，在关卡期的时候不会发生战斗，然后一些小温泉也是没有战斗，只有关卡4跟皇庭会有战斗而已。而且在皇庭的时候，上面那2个阵营只有2个门口，其他阵营有4个门口，显然的对于他们皇庭开局会非常不利。我个人认为这个合作方式是不太大可能的，我们看看就好。但是方案还没有结束，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960、2489跟93打，这2个对打之外，其他的阵营他们要怎样合作，他们要怎样打是他们的事情，就有一点类似像之前的兵无常势那样子，960跟2489对战，然后其他4个阵营给他们自己去搞定。这个方式也不是说不可以的，而且虽然说93的战力跟击杀是比960还有2489更低，但问题就是他们的活跃人数比较多嘛，所以换算下来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看93能不能接受啦。毕竟960跟2489加起来的总战力跟击杀是比他们更高的。假设我是93的话，我是不会接受的啦。93会反对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你把其他阵营放在哪里？你不尊重他们吗？你没有把他们当作是这个地图上的一份子吗？那真的再不接受的话，唯一的做法就是 free for all 了。不过 free for all 的诟病你们应该在上次的 KVK 也看到了，就是可能会有某一方针对另外一方去战斗。那假设说全部阵营都针对1093的话怎么办呢？那全部阵营针对2489跟960怎么办呢？可以说 free for all 是最愚蠢的选择，但是你真的谈不好外交的话，也只能选择这个方式而已。所以我这里是已经给出了多个方案啦，差不多6个方案左右吧，就看他们自己要怎样选择。也因为这个地图上有比较多王国的关系，我相信他们的外交群那边应该是乱死了。假设说一个王国会派出4个代表，包括国王啊、外交官啊、翻译什么之类的，这个地图上总共有21个王国，至少都会有84个外交官了，除非是说其他阵营他们只是派出4个代表而已啦。总的来说，这张地图不管是怎样的合作方式也好，数据上面是肯定会有一点误差的，就看数据比较少的王国他们能不能够接受而已。我个人是觉得他们这一次的外交结果不会这么快就出炉了，可能需要好几天时间。那么这里就问一下各位啦，你们觉得怎样的合作方式是最好的？还是你们真的只是想要吃瓜想要他们 free for all 呢？不管怎样，我希望这一场 KVK 能够精彩一点啦，因为最近看到的先锋王国 KVK 在皇庭里也只是打2天而已啊，我希望能打得更久一点，不然就是在关卡期跟93对战的时候精彩一点吧。或许有可能在关卡期就已经分出胜负了也说不定啊。不过我觉得从关卡期打到皇庭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对于这一次的匹配结果有什么看法呢？你们觉得要以怎样的合作方式会比较合理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